我是袭击，货真价实的 C 级。噔噔，那是什么？你的手腕是空的啊！这听我解释，这要从设计师这个悲惨的童年讲起。就这，我的手腕都能暴杀你，你连敌机都不如。不，由于袭击的曲轴甚至超不过90度，所以他并没有办法做出爆头的动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967。今天呢，在这款 SS 的起源声波啊，就这款声波我最开始是不太打算入的，因为怎么说呢，我个人对起源声波的机设实在感觉一般啊。但是到店里看到实物以后，可以说是有点心动了，就买下来了。就这款声波到手以后，可以说挺不错的，就可以看到它的身材真的是非常干练啊，就可以说基本上是零背包了。就如果你第一眼看上去的话，你甚至可能会以为这是款不可变的，但实际上它是可变玩具啊。而且跟之前变色大黄蜂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是，它身上这些涂装可以说给的非常足啊，就可以看到这个胸部，还有这些身上这些细节点缀，真的做的是非常不错。不过可惜是这个胸部并没有办法说装什么磁带之类的。虽然说在店里面有没有装过磁带，我是没什么印象了，应该是没有装过磁带的。不过怎么说呢，毕竟它胸口做这个磁带仓设计的嘛。你要想的话，你可以往这个坑里面塞点东西啊，但是怎么说呢，没什么意义啊。就目前玩下来可以说总的还算不错啊。但可惜是这款也是有些不足的地方的，就主要集中在它的可动和它的变形上面啊。而且这款身上的偷胶可以说是很少啊，就基本上除了这一块，还有这块有点空洞以外，其他可以说是比较难找的空洞了。但脚底板就不算了，这个脚底板空洞已经习惯了。就这款基本上能填实的地方基本上都填实了，包括小腿也是用这个变形结构给填起来了。而且这款还是给了手腕盖板了，可以说是爆杀之前一众什么大黄蜂啊，还有什么袭击啊之类的啊。这个袭击看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。而且这款甚至还有腕转啊，这个怎么说呢？袭击看到以后就更馋了。袭击看到这款以后连夜更换设计师啊。不过可以看到，这个金甲对比设定图来说也算小了一点啊，包括这个位置对比电影里面也是偏下了一点啊。这主要还是为了变形结构啊。这怎么说呢？确实比较可惜啊，但是还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。就毕竟可变玩具还是很难像不可变那样做那么好啊。就感觉这个对于 SS 来说已经算是不错了。还有就是这款的胯开的是有点宽了啊，就是起源这个机设本身胯确实有点宽，就这款玩具感觉明显是更宽了一点，应该也是为了变形做的妥协啊。但是怎么说呢，实际玩起来并不太会注意得到，因为这个宽怎么说呢，在一个能接受的范围内吧。然后小腿这一侧有一个凸起啊，这个在电影里面实际上没有的，这个凸起主要是为了在载具形态下面收纳武器用的，就是造型上基本上就那几个缺点了。就剩余的地方可以说在造型上还是挺不错的，就可以说是个非常夯的一个玩具了。但这款的可动上就怎么说呢，稍微有点难评吧。就怎么说好也不好吧，因为你要说它不好的话，它甚至有弯腰，而且胳膊是有蝴蝶关节的，并且它是有个低头关节的。就这个配置在 D 级里面可以说是秒杀一众了。但你要说它好的话呢，它这个曲轴是不到90度的，包括前踢也只有这么点。就怎么说呢，玩起来还是有点别扭的。就包括你这个曲轴，你甚至往后弯，它的角度都比往前弯要大。就这款也确实是能做说把它转180度，然后手腕再转过来，就是把后面当做一个前侧。但怎么说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小臂是有曲线的，就这个小臂明显有朝内的曲线啊。你这样做以后，这个曲线就朝外了，就看起来就很难看了。而且可以看到翻转以后，这个卡扣就朝内了，所以说这一块的话，就是翻转过来，实际上这个造型上就不太好。就怎么说呢，这块是有点纠结的。然后这款虽然有蝴蝶关节啊，但可以看到只有很小，并且只有你手臂正放的时候，这蝴蝶关节才能说稍微起点作用啊。就你手臂一旦往前的话，这蝴蝶关节就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声波只能做这种小变姿势啊，就是你再把这个腰一弯，然后头再一低，再加上这个特效键，这真的是非常像在解手啊。当然啊，你要有这个大火车特效键，你就可以做一些更污的姿势了啊。这个大家懂的都懂啊，我就不演示了。这款接地也是有点难受的，因为你可以看到这脚垫是可以上翘的，但这块这个固定做并不是特别好，就你这样玩着玩着，这脚垫又翘起来了，就跟之前那个不可擎天柱是一样的毛病啊。就这在把玩上是挺难受的，因为你这样翘起来以后，你要想让它接地平稳的话，你需要手动把这个脚垫给复位啊。然后这款唯一的配件就是这个肩炮了，这个肩炮虽然说看起来细节有点少吧，但实际上装起来还行啊。而且由于这个肩炮变形缘故嘛，它是可以分成2半的，所以说它的外侧几乎没有偷胶啊。不过里面这个固定玩多是有点松的，就我刚到手的时候这块还是挺紧的，但是现在玩多以后就有点松了。就目前虽然说还没有到自行脱落的程度啊，但是我这边也没有办法说捏着前面把这个肩炮拿起来了，
那么接下来演示一下可动吧。头部旋转可以有360度，抬头是这么多，低头的话是这么多，侧头是这么多，手臂可以旋转360度，侧抬是这么多，不到90度，大臂平转可以有360度，曲肘不到90度，手腕可以旋转，腰部也可以旋转，有360度，然后弯腰很大，可以有90度。可以有这么多，然后胳膊有蝴蝶关节，腿部前踢是这么多，后踢是这么多，侧抬是这么多，90度，然后大腿平转是在这一块啊，在膝盖上面。这跟拿大手还挺紧的，就当时变形的时候，基本上要么把这块这个蘑菇扣旋出来，要么把上面这个球环旋出来。我现在玩多以后就没有那么紧了，就这可以到360度的，屈膝是90度不到，然后接地也很小，就这么点，然后脚尖可以上抬，前后的话有一丁点。就像我刚刚说的啊，就这款可动就很纠结啊。就你要说它不好的话，它确实有好几个这个地级没有的关节啊。但你要说它好的话呢，它好几个关节都不到90度啊，就怎么说呢，就非常纠结。接下来就是变形了，这个变形也是我决定给它做一个视频的原因啊。因为这款我是在上海 TFLAND 买的嘛，当时买的时候呢，正好还举行线下这个新品试玩会啊，就当时到了很多米友嘛，就当时我把这款借给了3个米友去玩，然后这3个米友基本上都卡在最后一步，就你看说明书真的非常难以看懂啊。就所以说我后面决定做个视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。然后这个肩炮的话，你要想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横过来做到一个一体变形啊。但是的话，官方收纳并不是这样的，所以说我这边还是把它给卸下来了。那接下来就开始变形吧。我回答到最后一步了，就最后一步是这一款变形难点啊。就首先你腰这块一定要完全弯下去啊，就弯到这个程度，然后可以看到这块有凸起，对应这边的卡扣，然后这块这个凸起，对应这块下面这个卡扣，然后前面这边卡上去的时候要转一下啊，就你要把它转到一个差不多能卡进去的位置啊，就你不要说直接直直的卡进去啊，直的话是卡不进去的。那么这款载具就变形完成了。前面这一块的话，你可放可不放啊，就根据你的喜好吧。就这块我习惯是放下去的。就这载具也是那种赛博坦抽象飞机啊，虽然说看起来还是非常抽象啊，但至少比外传这个飞行机排要好很多了。就至少这看起来不再那么像一个飞行机排了。就你要对比的话，可以看到，就这款肯定是汲取了一些外传一些设计灵感的，就包括这个胸口，外传这个虽然不是胸口嘛，这个假胸口啊，但可以看到这个设计灵感肯定是从外传这边借鉴的。就两个载具是可以看到一定的相似性的。然后这一块可以看到，就这边不是特别直啊，就这边你可以完全把它打直，但这边又不行啊。所以可以看到这块有一个水口，就有水口的话，直接把这个给阻碍住了。就所以说这边还是挺难受的。然后由于这种是那种抽象飞行载具嘛，所以说也不存在什么起落架之类的，所以这款是完全没有滚动性的。然后这个载具中间这块是有点空啊，就这个侧面观感上是有点差的。总的来说呢，我觉得这款对于一个 D 级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玩具了，就可以说真的是超出我的预期了。如果你喜欢起源或者喜欢声波的话，我觉得绝对可以入的。就包括你喜欢这个造型的话，我觉得也是可以入的。那么这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，大家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